我是肖欣妮，我是泽亮，我是6月，我是陈宁，我是郭坤耀，你们现在在收看收看收看的节目是你来工作，我来玩。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2位主持人到一个旅游景点，一个主持人去工作，另外一位就会去玩啦。这个节目的宗旨呢，就是想要了解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，究竟是有哪些类型的劳动力在支撑着？那我希望这一次呢，幸运之神能够眷顾我，让我可以成为那个去玩乐的主持人。你拜托！出来听啊！大家早上好。Hello，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晚上，好吗？好，那大家晚上好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韩国西南部的全罗南道新安郡。看到我身后这片滩涂，我真的有点担心这一集的工作呢。你确实应该担心。制作组经事先告诉我是通过什么游戏来决定谁去工作谁去玩了，也就是打花片啦。这很简单啊，一个放在地上，一个我拿着，往下一丢，它翻过来，我就赢了。理论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其实真的很难。我事先已经练习了100次，大概有成功个5次吧。我就不相信，让我练习了我还会输。红色代表胜利。我惨了，我怎么办？有没有看到？我翻过来了，好像都没有拍到。来猜拳，决定谁先开始啊？对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吧，只会一次成功的啦，一次定胜负哦。不会一次成功的啦。谢谢大家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在你去工作之前呢，有一个豪华露营可以让你去体验。哇，这里很美耶！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，这 glamping 可以耶！哇，这好贴心哎，直接准备好食材哎，真的既然你坐那么靠近，帮我烤一点肉吧，谢谢。只要你相信我的厨艺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什么东西？拿过来看。哇，小心小心，写着什么？箱子里装着全罗南道的特色产品，请慢用。这是可以吃的吗？你叫的太大声了啦！它活着活章鱼箱子里面有活章鱼、活鲍鱼，还有海带。因为全罗南道呢是韩国西南部重要的海洋省份，所以它的海产资源非常丰富，这些都是它的特产。我为什么感觉听得到我工作内容啊？远一点，远一点！拜拜，章鱼先生。还有另外一只。哇，很有 feel 我觉得这口感我喜欢，就是很有嚼劲。我要吃看这个海带，它有厚度跟我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多吃一点，好啊，我帮你加。怎么对我那么好？因为工作人员跟我说，你吃完这一餐，今天晚上你就要开工了。今晚，应该就是它了吧？嗨，熟悉的人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味道。Hi team，又是我是来工作的。欢迎。안녕하세요 사장님，반갑습니다。今天我是你的助理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大晚上的出来啊？因为章鱼是夜行性的动物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渔网？这个怎么感觉比较像绳子啊？这个是延绳钓法。晚上水位很低了，那章鱼在水底，所以呢，我们将这个绳子呢引诱这个章鱼。难道这就是鱼饵？它会动哎。这个螃蟹呢比其他的要更厚更硬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小螃蟹来抓章鱼，是可以让章鱼更久的缠绕在当中。首先，我想要知道小螃蟹会不会咬我？아파不说我有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哇，我没有想过这东西有这么难。OK， 这个橡皮圈真的很紧，他们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小螃蟹也不会跑掉。逃过去，我成功了！
现在只要把网线给收好。Let's go！ 哎呀，OK， 出发！嗨， 안녕하세요。 안녕하세요。我有一个很认真的问题要问你，你为什么会约我来这里？这里很冷啊。首先呢，这座城市是全罗南道的港口城市木浦，那边有大桥，这里又有这座城市最高的山，还有我们的缆车可以坐，所以这木浦呢有很多夜景可以去看，我带你去。好，我的第一站 Jacky 就带我来到了木浦的天空步道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里好美，好浪漫。在沙滩看着这么美的景色啊，然后再放着烟花，整个就是韩剧出演的感觉。心宁，天气这么冷，你在海上抓章鱼的时候要记得保暖哦。我看我们是到了。我一开始很难想象延伸钓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钓法。沙僧令就把鱼线的一端绑在一个浮标上，然后往海里丢。当他开始行驶他的船的时候，鱼线连接着多条织绳跟鱼饵，一个接连着一个的掉进海里。最后，他就会把主线的尾端绑上一个浮标，这就是他钓章鱼的路线啦。我们沿着刚才放的渔网的路线，我上次他现在是一边行驶着船只，一边在看到底哪一个鱼饵是成功钓住了章鱼。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必须要在低潮水钓章鱼了，因为章鱼其实是活在水床上的，在潮水低的时候，小螃蟹比较接近水床的位置，章鱼才会更愿意的去咬食，我们才可以成功的钓上章哦。哎，你，我看到了，抓到了！哇，好开心啊！哎，抓到了！我们没有空手而归，真的好大只哦，开心！安吉了，安吉了，你坐一坐。哇，突然间就这样坐上船长的位置哦。当我上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捕鱼方式非常考验专注力，因为我生怕我一晃神，我就 miss 掉了那一只章鱼。抓到了！我们是来这里吃宵夜吗？是我带你来这边的铺茶。铺茶？对，指的就是在帐篷里面的小吃摊，类似你们的大排档那点文化。有一点像，有点像。是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，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一个呢是活章鱼海鲜汤，这个是烤活章鱼，最后一道菜是生拌牛肉跟活章鱼。哇，这是木浦坡叉的特色美食。我们要先吃哪一个呢？这个生拌牛肉跟活章鱼，活章鱼就是我们木浦的特色，肯定要先尝这个。这我人生第一次吃活章鱼，哎，感觉你要哭出来了，你感觉你现在要哭出来了，快尝一下。这是我演艺生涯以来最大的耻辱。我很想把它放进我的嘴巴里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很想要赶快吃完，结果那个东西在我手上夹了3分多4分钟，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放进去？然后我终于放进去了之后，我不敢咬，你知道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舌头的中间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让我唾液融化它？然后结果没有，它开始吸住我的舌头，然后开始吸住我的上颚，然后 Jacky 在我面前，他还说你咬，你咬。我想说，我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咬不下去。你要嚼碎它，不能直接吞，吞了它会粘在你，所以你要嚼。哦，嚼下去了啊。再来一个，挑战一个好不好？我谢谢你。我们喝汤吧。哦，好喝哦，鲜呢，很鲜。好，这是熟的了。好，这个我没有问题。说实话呢，刘烨，在全韩国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铺茶。对。但是呢，木浦的铺茶，他们卖的这些海鲜特色啊，确实是很鲜，味道确实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包一点给心妮。活章鱼啊，这个必须吃啊，在木浦。我觉得心妮直接抓现吃会比我们的更新鲜。是啊，也对啊。
OK， 我们现在人就在船中央。沙张宁，这是什么品种？这是西安的长碗小章鱼，哦，大概可以长到多大有倍数一样的长。 ？Double 的 size。对，哇哦，这个长碗小章鱼它又长又好吃，所以它是最贵的。那为什么韩国人会那么喜欢吃章鱼啊？因为章鱼是滋补身体的，试试看吧，很好吃。啊，等一下啊，여기呀，对不起。我已经鼓起勇气去吃那个活章鱼的一小段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反正感觉就好像在吃一只蚯蚓。你可以尝到那个海水的味道，吃得到那个肉的鲜嫩感，对不对？新安郡盛产天日盐，是韩国最大的天日盐产地，占了全国产量的75%。那什么是天日盐呢？天日盐指的就是用天然日晒所制造出来的盐。这里就是我们向导 Jacky 特别推荐的太平盐田。这里不仅仅是重要的盐产地，它也是一个结合了自然生态还有文化体验的旅游胜地哦。像我这样的游客是可以在这里亲自下盐田体验制盐的。我刚刚跟李经理了解了之后，他告诉我，制盐的第一步呢是要将海水先引入盐田的蒸发池，那是一个比较宽大的浅水区，在那里呢可以透过太阳的照射还有风力让水分蒸发。水分蒸发了之后呢，就会形成浓缩卤水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体验将浓缩卤水引入结晶池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快一点！哎，有，变稳了。哦，有一点难踩耶。以前就是一次做就踩8个小时。啊，8个小时？8个小时？哇，这个只是一个体验的装置。以前的人到底是这样子做8个小时了？我觉得8分钟没有，80秒我都已经受不了。我觉得呀，就这样吧。浓缩卤水引入到结晶池之后呢，一样是用太阳还有风力等待数小时到1天不等，水分蒸发完了之后，出现白色盐晶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收盐了。因为昨晚捕捉的章鱼不多，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新的战区。可是为什么是大白天来到这片滩涂啊？因为滩涂里的章鱼现在在睡觉。哦，我今天一大早的工作呢，就是来到这片滩涂捕捉章鱼以及采集贝类。后来我查了一查，才发现原来滩涂指的就是潮间带形成的沿海湿地。哇哦，湿地！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是越来越软了，很容易就陷进去。小心小心！用前脚垫着走比较好。哦，我需要他走去前面，我起不来。啊！你踩住我的脚！啊！停！你跟我走这里。我一个人走已经足够困难了，你还给我踩我的脚。我们要记住这个，住这个。哎，不要跪，需要帮忙吗？来，给我 GoPro 比较重要。卡加，三张力。在太平盐田的旁边呢，有一间咖啡厅，里面售卖了很多跟盐有关的食物还有饮料，像这个盐糖。它的口感不只是脆，就它咸甜的，我觉得很适合当做是手信买回去送给朋友，让他们试试看。太平盐田旁边呢，直接有一间咖啡厅，我觉得概念很好，很像 farm to table， 把食物还有当地特产结合在一起，会让我觉得去旅游不仅仅是看景点，我自己亲自去劳动，然后最后享受我的成果，我觉得那个感觉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你잠깐. 네? 잠깐.
是看到了什么？这里有那个章鱼，真的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章鱼住的洞是这样的。我们建个小的围城，然后抓章鱼。现在沙张力是把旁边的泥土给挖起来，然后围着那个洞口。因为章鱼是夜行性动物，我们现在做的围墙呢，跟这个盖子，只是为了让它误会说现在是晚上时间，你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，可以说是诈欺犯了。等个10分钟就可以直接抓了。为什么章鱼会喜欢这样子的区域啊？章鱼不住在沙子，也不住在太泥的地方，它正好住在就是有泥、有沙，然后有石头，这样多样的这种环境的它才多。哦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次我要做很多的章鱼。我要直接往，我看到了，哥，出来，好恶心抓到了！哇，我们抓到了我们的章鱼！快点给我拍一张照片，耶！这种一大早捕章鱼的方式，比起我昨晚的延伸钓法相比起来，一点效率都没有。首先，在这一望无际的滩涂上，我要去找哪一个才是对的洞口，这还不确定它有没有章鱼哦。还要建起泥墙，泥墙之后盖了上去，我还是不确定它有没有章鱼哦。难怪这种捕章鱼的方式是越来越少人在使用了。哎，是不是有章鱼了？看来好像章鱼没有来哦，章鱼跑走了。有，找到了！为你展示一下，身后就是我当时战胜心仪的胜利之桥。那你知道这座桥叫什么吗？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是滩涂鱼桥，它全长470米，这边主要是退潮时就会露出滩涂这个地面。那有很多生物会出没，那我们旅客呢就可以在木桥上看到滩涂上面的生物。那它为什么会叫做滩涂鱼桥？因为滩涂里面有很多滩涂鱼。哦，那像这样子的滩涂地貌，在韩国会很多吗？滩涂呢，主要是在韩国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当中，新安郡滩涂是面积最大的，达到1100平方公里。2021年，韩国滩涂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，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观光。有趣的是呢，游客还可以付费参与滩涂捕捞活动。那是谁会带领他们参与这个活动？当然是有渔民啦。哇，这片滩涂真的是在韩国的渔业还有旅游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不仅支撑了渔民的传统生计，它还成为了发展生态旅游的一个新亮点。是。没有错。现场看到很多竞争对手已经开始在抓这个贝壳类了。那姨母们全部都是用爬这样弯着腰，然后往下缠。可是男生的话是用有点像刮刀的，然后用他的腰的力量倒退后走。但我们先试试女性版本的吧。会有声音的话，就是有贝壳类的哒哒哒的声音。哦，有了。那就是这个，原来他刚刚讲的声音就是咔咔的声音。你如果敲打到，它就代表有收获了。平时我们看到的蛤蜊好像稍微比较小一点，这是比较大个的。小心你，小心你！哎，正六月出现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一阵光芒。哇！女明星来到滩涂跟我一起采集贝类，一看我在干她，帮我拿一下，抱一个，抱一个啦！走开！你们过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这个活动吗？我们来看你的啊，没有啊，你们要一起玩啊！我们来看你消化的。不要这样子，来试试看吧。往里踩。是，你要怎样？你现在就是海边啊！请你温柔一点对待你的顾客好吗？吹送阿米达，绑好一点，温柔微笑。把这个杆靠在你的右肩上，双手压着，往后拉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感觉我有卡到东西的声音。哎，这里。哦，有哎。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累很辛苦，但我是享受其中的。当6月加入我们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哎。
因为就想要跟他一起享受这种满满的成就感呢、工作瞬间不像工作了。到处工作的我呢，现在人住在全罗南道的丸岛郡완도군，这里是韩国最大的海藻生产地，占韩国总产量的60%。那我的工作想必就是海藻养殖啦。안녕하세요。저는 당신의 직원입니다。 감사합니다. 오늘 일일 직원. 네。那商长，我想要问你，今天我们负责的海藻是什么样的品种？它就是海藻类的海带。它这个海带呢，主要是用来烧汤，吃下去各个消化方面会变好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带本人。来，你看，它长得比我还要高哎，这个大概有2米吧。这个也是已经剪掉收割了的，原来是4到5米。大概要养殖多久可以长成4到5米6개월。 6个月。6个月就长4到5米，我长30年都长1.5米哎，下辈子我还是当海藻会比较好。这就是烘干机了。通常海带需要多长的时间去烘干呢？5到6个小时。干进去是30度，弄到50度就干了。其实这个模样的它我比较熟悉啦，是时候开始工作了。里面还有好多的货架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幸好我够小资，我可以一起出来。very good。其实我在想这份工作应该是不讲求效率的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的那么快啦。但感觉这样比较卖力，老板会比较喜欢我。这应该是2个人的工作吧，老板？ 이게 원래 3명이서 하는 일입니다。 这个原来是3个人做的工作哦。잘하네요。 做得很棒哦。3个人的工作为什么只叫我1个人做？是在怎样？不要以为你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，我就会这么卖力 ，OK？ 我不小心踩到他的海带，这海带会很贵吗？既然老板看不到，我们就处理一下案发现场啊。别人家推的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做好了，三长님 ，Let's go， 화이팅！ 拜下！哇，这个热情跟这个温度真的有够热！我的天哪，郑律员到底在干嘛？很热。 我和悉尼呢，在2个不同的郡，他在丸岛郡，我在海南郡。那他继续去工作，我继续去玩。我在海南郡呢，上半场的行程就是要上烹饪课，学习制作韩国传统美食。我们今天呢要做2种韩式泡菜，一个是辣白菜，还有白泡菜。我们现在从比较特别的白泡菜开始。那我们先要放这些材料进去。 胡萝卜，这是苹果，水芹菜，红色的灯笼椒，泥，青葱，然后我们放了蒜泥、姜泥，提鱼鱼露也是放适量，虾酱，这是米糊，加完米糊就可以直接这样拌一拌，颜色好漂亮，而且我觉得很疗愈。那我们就拿一个白菜，把拌好的食材放进这个白菜的中间。 为什么老师偷吃？诶，我吃下去的时候感觉很清爽。我们会把白泡菜冻到冰箱里，然后夏季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吃，就会很清新、很清爽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我塞了一个泡菜哦，这个是我塞的哦，这个是老师塞的。老师的感觉是 S， 我这个是 XL。你第一次做这个白泡菜做得很好了。 那辣白菜跟白泡菜呢，主要的材料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辣白菜呢会加入牛肉、蛤蜊末，还有辣椒粉。我觉得来到国外体验烹饪课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你可以透过食物了解到当地的文化背景，你也可以透过人看到他们对于食物的坚持。 我们现在要去收割海带喽 ！OK， 我们赶快上船吧。这位应该是沙桑运的弟弟，他要去开船了。出发！为什么湾岛郡这么适合养殖海带啊？
水下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提供给海带，所以非常适合养殖海带。水的潮流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水进来的时候，海带原来是这样竖着的，就会变这样直，它的头到尾巴都能够晒太阳，所以它就变很厚。感觉我们要到喽，船渐渐停下来了。这一望无际的浮标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难道这里都是养殖场吗？当沙张念说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我已经猜到了，海带就在浮标底下。听沙张念说，每一条绳子大约170到180米长，而且总共有60几个浮标，不可能让我一天收割完吧？看到我的同事把浮标捞起来的时候，我仔细一瞧，发现这些海带的孢子其实长得很像盆栽里的树根一样，只不过它们是海底里倒过来的，然后每个孢子之间大约有0.3米的距离，这是为了让每一片海带都有足够的空间成长。绳子会一直被拉上去嘛，我们要的定点就是在这里。当我一切下去的时候，海带就会顺势倒下，这样的话比较整齐的方式，也是比较有效率啦。其实这刀真的很利耶，哦，我还要小心不要切到绳子。我觉得我现在动作很慢，严重拖垮所有人的进度。我让我的同事先来割割看。哎，难怪它快那么多，我是一个一个的割，它是一把一把的割。我刚刚就很害怕伤到本体，其实割下来就对了。沙珍妮跟我说，其实一个孢子可以长大约20片的海带，但是为了让所有营养集中在那7、8片海带，还会把其他的给去除掉。我现在好像是在跟老板比赛，他很想要快快的收线，我也想很快的收割啊。当我收割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变成了一只仓鼠，因为那个海带真的很滑，一挪开我可能就会滑倒，所以我就不停的跑步，就是为了平衡自己。我并没有想成为仓鼠，你试试看站。大家你要结束了吗？离结束还离很远呢，我们要装满一箱。我可以的。然后下面有动作，然后下面有动作，你好吗？你觉得嘞？好歹有你平时滑倒我都有扶你。第一次看到你滑倒。我没有想到出海收割是这么累的，我好像听到熟悉的声音。陈永月，你看我现在人在哪里？哇，你在出海捕鱼吗？那是什么？我不是捕鱼，我是在收割海带。哇，又在动了。你在干嘛？我们这里其实也蛮累的，我们做了很多辣白菜、白泡菜，然后还有韩式拌饭。哇，你再怎么辛苦，应该也没有我辛苦吧？我现在就踩在一堆海带上，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箱子给填满。你加油 ，OK？ 我会尽量帮你多吃一点的。我谢谢你啊，你好好的去玩吧，买点纪念品给我 ，OK？ 拜拜，加油努力工作。OK， 沙张念 ，Let's go。感觉这里其实像海带弹跳床，哪里比较满就往哪里压，压完之后再把它填满。哦，好像关了耶，我看到尽头了。哦，要结束了。完了！完了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进广告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悉尼在的丸岛郡。是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做一下丸岛单轨列车。哎，就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列车身长80米，然后每隔1分钟就有一班哦。啊，那我们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到达东莞山的山顶。哦，丸岛塔在上面等着我们。这就是丸岛塔的塔顶哇！你看景色看过去好漂亮，而且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岛屿。是，丸岛郡呢由265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。
那我好奇，这个一片一片的是什么啊？这些是鲍鱼养殖场，全韩国70%到80%的鲍鱼都是产自环岛。鲍鱼养殖场，那肖欣妮就有可能在这里工作啊！肖欣妮，肖欣妮，没错，我又出海啦！这次我们要去喂养我的最爱鲍鱼。哎呦，这些头发应该就是鲍鱼的家吧？我还以为鲍鱼天生就长在罐头里，原来还是长在海里哦。我们好像到了，好像一个海上的鲍鱼加工厂的一样。哇，好多鲍鱼！首先，我看到船上就有很多小型的称重机，一到相对应的重量，机器就会轻轻的把鲍鱼给弹出去。鲍鱼养殖场是由多个浮筏拼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个的四方格，然后每个小方格里头都有渔网，中间就放置那些架子，架子上就是附设所有的鲍鱼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蠕动的鲍鱼，这个场面看起来真的挺壮观的。这个鲍鱼它正在吃饭。我一直很好奇鲍鱼是怎么吃饭的，它的嘴巴在哪里？ 어디에있나요? 这个就是嘴巴。所以牙齿在里面啊？对。哦，这个就是牙齿，跟人的牙齿很像，小了很多。这个是真鲍鱼。真鲍鱼，我平时吃的都是假鲍鱼吗？我全部新加坡。他说我已经在出口鲍鱼到新加坡。哇哦！原来沙张宁养殖的是皱纹鲍鱼，而市场上他们习惯称呼为真鲍鱼，所以放心，你们吃的不是假鲍鱼，只是不是真鲍鱼而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海边玩滑索，其实我有点害怕的，我有一点惧高，从这里开下去很可怕哎，很远哦，很长哦，又很高哦。来吧，活章鱼我都吃了，我怕什么？太可怕！真的很美。往下看的时候，你看到一整片都是森林，我觉得太吸引了这一趟旅程。我们到了这边的特色小吃店。韩式糖饼，对，在其他地区吃不到的2种口味。第一个就是有绿色的海藻在里面，海藻，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有鲍鱼和芝士在里面哦。那你先尝这个海藻的糖饼。它的海藻的外皮呢是咸的，里面是甜的。我吃到糖、西柠檬、黑芝麻还有花生，然后外面是酥的，里面是软的，很特别。这个是鲍鱼加芝士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鲍鱼了，我帮你试试看。芝士哦。我的想法是有鲍鱼放在甜点里面很奇怪，我没有想到它意外的搭，满意。肖振宁，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跟着我。哇，马上叫我去，他很怕我偷走他的鲍鱼。哇，沙张宁就牵着我的手，到各个部门都尝试一遍。你真的没有在客气耶，你只是一日职员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很神奇耶！我只想过浇花跟浇草，我没有想过原来有一天我可以浇鲍鱼。哦，会。老板，为什么一浇水就会往下？我们浇的水里呢，其实是有维他命成分的，它受一下冲击就掉下来了。所以维他命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点像迷魂药啦。鲍鱼一被浇上，就说我掉了。他们为什么必须在清理壳啊？Oyster 会长在这个鲍鱼上面，所以要把 Oyster 给铲除掉。OK，哇，这个他是直接手把手教我的一个沙张宁呢。哈哈，잘해요。他手做得好。감사합니다。Thank you。你太辛苦了，给你试一下鲍鱼。我现场采集，现场试吃，这员工福利也太好了吧！好硬啊！
一开始呢，我真的是平民嘴，觉得罐头鲍鱼更加好吃。但嚼一嚼了之后，发现蒸鲍鱼的口感就像是北海道 sashimi 级别的带子一样，只是肉质更加的紧实，好吃。哇，鲍鱼满汉全席，是啊，烤鲍鱼、炒鲍鱼、辣鲍鱼、生鲍鱼。我最想试的是这个鲍鱼冷汤，这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。我看到微型蔬菜，黄瓜，海藻类，是的。这个是腌的白萝卜吗？不是白萝卜了，梨，跟着梨一起吃。是酸辣的，就是我第一次喝到冷的酸辣汤的口感。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喜欢，可是我可以接受它，而且再加上那个鲍鱼，它很像椰果的口感哎，吃起来是脆脆的，很扎实的，很清爽哎。没有错，韩国这边夏天都是吃五日黑的。原来如此，好嘞，还有什么你推荐我一定要试试看的？这边比较特别的牛油炒鲍鱼。哎，这个黑黑的是它的内脏吗？是，它内脏都可以一起吃的，很补。你看我一口，一点也不腥，哎呀，好香哦！我喜欢它的调味。它炒的那个酱呢，是有鲍鱼内脏，有一点点海带的味在里面。对，因为鲍鱼的主食就是海藻类，所以它的内脏里面呢有很多这些海藻的成分，所以炒出来的时候就会有海藻的味道。非常聪明，叫我美食达人。OK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鲍鱼的 pantry area， 那我正在操纵那个机器的就是 pantry auntie， 而我现在就是要去服务他们啦。Let's go！ 吃了很多鲍鱼了吧？要跟着老板学怎么喂。OK， 是这样。OK， 加油！他明明有机器，他叫我用手动。呀많이 줘야 돼, 많이. 빨리. ，사장님，一个方块有多少只鲍鱼1500。哇，这里那么多方块，这里可以说是上万只哎。所以他们一天要吃多少次的海带啊？100公斤的海带吃12天。那他们也挺会吃的，这些鲍鱼。海带本身富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拿来喂养鲍鱼的话呢，鲍鱼的肉质就会变得紧实鲜美，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好的价格。好的海带喂好的鲍鱼，卖好的价格。我刚刚就从那里的鲍鱼养殖场采集完鲍鱼，接下来我应该是要去鲍鱼处理厂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今天又要工作了。我真的是谢谢你啊！其实我最近都没什么动力，有没有什么福利啊？有啊，老板很帅。真的假的？那就跑啊！哦，안녕하세요. 真的很帅。 너무 잘생기셨어요. 哎，这就不用翻了，很不好意思。小张令，鲍鱼处理厂有那么多水槽，是不是鲍鱼送过来之后都要放进水槽里啊？对的，直接放进去。鲍鱼在野外很久的话就会不新鲜，然后有的会死掉，甚至会晕车，它会跟人一样吐。这么有趣，我没有想过鲍鱼也会像人一样晕车哎。所以水槽里其实放置的是海水，是让鲍鱼可以适应环境，否则直接出货的话，死亡率会非常的高。 那我今天的第一份任务是什么呢？清扫水槽。好吧 ，Let's go。超冷啊！当我一踏入水槽的时候，大家念说什么只有16度？怎么可能？我体感上感觉绝对低于10度。 바닥은 마지막에. 扫地是最后，首先要看箱子。哦，好，扫地最后。哇，好多的鲍鱼。 首先看有没有死的鲍鱼，只要是白色的，你就把它拿出来。难道一个死了，另外全部都会死吗？是的，一个死了代表这个水质不好，所以导致另外的都死。这个要每天确认。哎，我还算蛮 lucky 的嘞，现在总共7个了，我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死的。这个死亡率大概是多少啊？一个水槽里面差不多0.5到1% 是死的。 难怪我到现在还找不到，但其实这样也是代表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，水温非常适合它们。哦，好多呢！我才刚讲完，你们就出现了哎。
我来拿出来给你们看，原来它指的白色是它的肉已经变白了，而且它上面还有点粘液。我嗅看看啊，鱼腥味！哇哦！我做了人生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拿起来闻。那个死掉的鲍鱼，闻起来感觉就像我身在一个蜂蜜式的垃圾槽里，而且久久不能散去。哇，沙丹令动作很快耶！我现在是垫着脚在工作哎，我根本就没有他那样的高度，也没有他那样的体力。哇！悉尼工作的那么辛苦，我却玩得那么开心。我良心上呢还是过意不去的，所以呢，我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来教我做鲍鱼海藻拌饭，希望他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意哦。선생님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要从哪一步开始？我们首先呢，就是先把海藻拼盘拿冷水泡开。선생님，我们这个碗里面有多少种海藻类？我们玩到的6种海藻在这里面。我认得这个就是海带，然后是悉尼去收割的。我还看到一个透明的它是一种海草，但是很多人觉得它是塑料。还有这个呢？鹿角菜，它嚼起来很有嚼劲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调酱。好，这是酱油，这是黑糖，这是醋，接下来是蒜泥，这个就是香油了。好，现在搅拌一下。好了，完成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如何漂亮的摆盘了。可以，来吧。那我就把这一盘呢留给我的朋友悉尼，这是老师的手艺，加上我的爱，献给你。我那里好像很多人哦。친구, 도와주세요. 감사합니다, 친구. 같이 해. 와, 감사합니다. 人多势众，这样就可以很快的结束了。这里好多青年才俊哦，我瞬间心情好很多。可以帮我放一点浪漫的 BGM 吗？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就开始乱搭讪。몇 살이에요? How old? 23啊！哇，so young。사장님? 26。26，很好，一群小鲜肉，通通比我小。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箱子里的死鲍鱼都拿出来了，水槽的地啊、墙啊，全部都清理干净了。接下来就是等水位满起来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写上今天的日期。清理完水槽之后，我还以为我可以休息片刻，看来是要卸货了咯。好咯，我终于站上来了。好，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卡车上的这些所有的箱子，通过这个管道送到他们手上，他们就可以进行分类。Let's go！ 哦，原来我的同事现在也是从水箱里面拿出来的，这是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会掉下去，它砸到地上的那一刻，我瞬间空白，世界一片静静。我要慢慢放，我不可以这么快。它们都是很珍贵的鲍鱼，所以我要小心翼翼的对待它们，否则它们还没有送出国，就已经死在卡车旁了。Last， high five， 哇，你变回女明星嘞！这也是我的本质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带你去好好放松身心 ，OK？ 哦，这里呢是韩国第一家海洋治疗单位，它里面提供各种利用海水、海藻、泥浆等海洋资源的特别疗法。哇，这就是海藻泡泡浴啊！这也有海藻哦。工作辛苦了，然后我帮你搓个背。这玩也不容易啊，都晒黑了，宝贝。噔噔。
这是我为你特制的鲍鱼海藻拌饭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这全是你做的。对啊，所以你先不要拌，你用汤匙慢慢的把它剥开。哇，居然是爱心！哦，刚好我也饿了，我帮你吧。谢谢你哦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好。很厉害哎，是好吃的哎，好适合我。劳动一天之后回到家有这一个拌饭的话，一定很开心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到全罗南道的海边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曾经它只是一道风景，但现在它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层意义。作为一个渔民，懂那种满载而归的那种简单的快乐，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满足，人生特别的充实。我觉得它让我有点找到了旅行的意义，尤其是我看到他们这里当地的居民推出了各种不一样的活动，让游客去体验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到他们引以为傲的家乡。它的酱偏辣，但是带甜。哦，对不起，老师说先加半碗，气死！那我觉得以你的话可以啦，够辣够辣。而且我跟你讲更有趣的东西是哦，什么？你看那个豆芽对不对？它有几个颜色？我有试吃了一颗紫色的豆芽，它后面竟然是芥末的味道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微辣哎。对，我觉得好神奇哦，蔬菜竟然有芥末的味道。哎，不对啊，芥末也是蔬菜做的嘛。OK。